我意外穿成了古代被卖的可怜虫，恰逢冷面镖师过来挑人，回去照顾他的哑巴妹妹。这位爷，您想买个什么样的？要个能照顾小孩、立得住、不怯场的。有，您这边请。都太瘦弱了，病殃殃的。等等，我能照顾好你妹妹，不是普通照顾，我能护她周全。凭你这身板，身手不只看身板，我练过武，对付3-5个普通汉子不是问题。更重要的是，我没有别的心思。我那个后爹不是善茬，我不在家时，他可能会来找麻烦。只要你确定底线，我就可以解决。你要什么？3年，我照顾加保护你妹妹3年，3年后你还我自由，给我卖身契，期间包吃住，我不拿工钱，但若有额外支出，你得负责。3年后妹妹10岁，确实能有基本自理能力了，这条件对双方都公平。3年时间足够我摸清这个世界，找到自己的立足之道了。你若做不到呢？卖身契在你手里，你可以随时处置我，但我若做到了，3年后你需信守承诺。这人什么来历？可有后顾之忧？爷放心，杏花村方家的丫头绝无麻烦，您保管省心。就他吧，多少银子？5两，只要5两银子。能走吗？这里到村里要1个时辰。能。这一切都提醒我，我已经不在原来的世界了。我妹妹叫周清韵，7岁，是个哑巴，但听得见，很聪明。明白了。我过几天要去县里镖局做事，如果去走镖，可能经常不在家。你后爹那边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？他叫王赖子，好赌贪财。我断亲时把他打了一顿，他不敢当面造次，但我不在时可能会耍阴招。他和我娘现在住在村东头的破屋里，田地都被他们卖了，手头紧。你娘呢？他选了王赖子和那个儿子，就是选了与我为敌。小妹，哥哥回来了。青韵，这是哥哥买来照顾你的姐姐，以后她就在咱们家住下。哥哥不是要走，哥哥在县里镖局找了个活计，有时候可能好几天回不来。你一个人在家，哥哥不放心，所以带了这个姐姐来。她不但会照顾你，还会保护你，这样哥哥才能安心去赚钱，知道吗？我叫方悠悠，以后我会给你洗衣做饭，陪你说话。如果有人欺负你，我会保护你。他问你会不会走？我不会走的，我保证。手艺不错，以后可以煮干饭，厨房里有的，你尽管用，不够了就跟我说。好，这个男人虽然话不多，但做事周全，不是那种死抠门的人，这对我来说是个好消息，可以快点把这副瘦弱的身躯养好。周家村大部分都是姓周的人家，我爷爷跟村长的父亲是兄弟，所以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的就去找村长，他看在这份关系的份上会帮我们的忙，但是也不能什么都靠别人。好，我们这儿离小河镇走路不到半个时辰，有什么需要的就去那里买。我都记住了。他说谢谢。不用谢，以后每天晚上我都给你准备热水，好不好？你也早点休息。西厢房我简单收拾过了，被褥虽是旧的，但干净。有件事得说清楚，你照顾我妹妹，我感激，但若你伤害她，或者有什么别的心思，明白？你会杀了我？这女孩的反应一点都不像村里出来的农家女。不用起这么早，天还没亮。醒了就起了。周大哥，这是要进山？前2日在后山那边下了几个套子，去看看有没有逮着什么。什么时候能回？
晌午前，若要去远些，则傍晚才回。周大哥，稍等片刻，我给你烙张饼，垫垫肚子再上山。周大哥，饼烙好了，这2张你带上，万一晌午回不来，也能垫垫。谢了。青韵若闹，你不必管，我回来会跟她好好说的。我晓得。等周清怀回来，得问问有没有别的菜种子。这块地虽小，若好好打理，至少能保证日常吃菜不愁。周大哥收获不错。先等等，哥哥手脏，洗洗再帮你。这些怎么处理？鸡晚上炖一只，给青韵补身子。你也该补补。你的身手，你有这种本事，怎么会被你奶奶卖了？还让自己病成那样。去年秋天，我去后山砍柴，遇到个受伤的老猎户，我把他背下山。他说看我心善，伤好后就教了我几招防身的把式。家里奶奶重男轻女，前阵子我染了风寒，病得昏沉，就被他趁机卖了。过去的事不提了。晚上炖汤多喝点。这只肥的给村长家，另外2只分成4份，给东头的周三叔公，西边的周大娘，前院的铁柱哥，还有后坡的春姨子。当年我不在，青韵多亏他们照应，你和青韵跟我一起去。五爷爷，今天进山有点收获，这只兔子您尝尝鲜。客气什么？你刚回来，家里正要用钱。这位她叫方悠悠，是我买来照顾青韵的。过几日我要去县里镖局谋个差事，青韵年纪小，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。哪儿的人？底细清楚吗？清楚，杏花村的。五爷爷，我今日带她来，一是认认门，往后若有什么事，还请您多照应；二是她刚来咱们村，许多规矩不懂，您在村里德高望重，也让她见见，知道往后该敬着谁。秦淮，你既叫我一声五爷爷，有些话我得说。不知梗体的人放在家里，终究是个隐患。青韵这孩子已经够苦了，再经不起折腾。我明白，所以还得劳烦五爷爷平日里帮我看着些。若他有什么不妥，您只管处置，或是捎信到县里镖局给我。行，你既信得过我，我就替你看着。不过秦淮啊，去镖局走镖是刀口舔血的营生，你自己也得多加小心。谢五爷爷关心。李婶，这是刚做好的，给您送点过来。今日带你去认人，你都记住了？记住了。村长周正德，东头周三叔公，西边周大娘和他儿子铁牛，女儿二丫，前院铁仲哥和他媳妇桂花嫂子，后坡春婶子。记性不错，这几家都是心善的，当年对青韵有恩，往后若真有什么事，可以去找他们。但记住，人心隔肚皮，凡事留个心眼。我明白。掌柜的，有些山货，看看可要？倒是新鲜，整只羊？是，昨夜刚得的野山羊。好，我要了，价钱按市价给你。走，我带你们去认认镇上的路。我们去粮行买些米面就回去吧，家里存粮不多了。周大哥，能不能再买些菜种？院子里菜地长得稀拉，若能补上些好种子，仔细侍农，往后家里日常吃菜也能宽裕些。成。秦淮小子，买点什么？丁伯，看看菜种。菜种在那边，自己看吧。就这些。一共17文。
清怀兄弟这是去镇上啦？是，带他们去镇上认认路，以后家里缺个什么，也好知道去哪儿置办。哦，这姑娘是叫悠悠是吧？悠悠啊，下午有空不？后山这会儿蕨菜正嫩，我们几个媳妇姑娘约好了去采些回来，你要不要也一起去？那就麻烦桂花嫂子了，她刚来，对山里不熟，还劳烦嫂子多照应。这有什么麻烦的？悠悠看着就是个利索人，说不定眼神比我们还好使呢。那成，吃完午饭我来喊你一道。好，谢谢桂花嫂子。悠悠，收拾好了没？来了。带她一起去吧，见见人，也透透气。不过得看着她些，别乱跑。好。周大哥，你这动作也太快了。顺手的事，你俩收获不少啊。青韵真能干，累不累？咱们今晚就尝尝鲜。嫩菊菜和枸杞头可以焯水凉拌，野酸炒鸡蛋最香。蒲公英弄叶煮个汤也能去火。青韵，你先帮着把不同的菜分开，烂叶子、老根茎挑出来丢掉，好不好？姐姐先去把饭煮上，等下来跟你一起弄。周大哥，这个季节山里很多新鲜野菜，后面我打算每天都进山，多备些晒成干菜，过冬心里也踏实。这姑娘眼里的专注，不只是寻常农家的谨慎，更像刻在骨子里的习惯，对食物格外珍重，对匮乏满是警惕。不过，这对周家不是坏事。我明日一早动身去县城。顺远镖局那边之前就已经说定，这一去，短则10来日，长则月余才能回来。我走之后，家里就剩你和清穗，有件事儿，你得心里有数。王赖子那边，我前几日留意到，他在村里转悠，打听我在做什么。之前我在家，他吃过亏，知道讨不到便宜，所以缩着。但若家里只剩你们2个女人孩子，他必定会来生事，或是想闯进来搜刮，或是想耍无赖占便宜，甚至可能想抢回青韵。他身手如何？有无同伙？不过是个避懒无赖，有把子蛮力，但没正经练过。同伙，村里几个游手好闲的可能被他撺掇，但真敢动手的不多，最多撞个生事。你之前说有身手，能对付3、5个普通汉子，这话可还作数？作数。能护住最好，护不住，莫要硬拼。立刻带着青韵去寻村长，或者去前院铁柱家西头周大娘家求救。村里人看在同宗份上，不会坐视不管。这个你拿着，防身，平时收好，莫让人看见。我明白。这个家还有我妹妹，就暂时交给你了。周大哥放心，我会照顾好青韵，看好这个家。缺少什么就去镇上买。青韵听话，哥哥去挣钱，给你买新衣裳，买好吃的。在家要听悠悠姐姐的话，不要乱跑，知道吗？好。周大哥，干粮和水，路上当心。家里就交给你了。这破地方再住下去，人都要发霉长毛了。以前哪受过这种罪？都是那个杀千刀的不孝子，把我们赶出来，自己住着好房子，还买了人伺候小哑巴。你那好儿子昨天不是去县里了吗？这大雨天的，一时半会儿肯定回不来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他那院子石头砌的，瓦片也齐上，肯定不漏雨吧？屋里肯定也干燥暖和，还有粮食有肉，说不定那小子临走还给他妹妹留了钱。你是他亲娘，这大雨天没地方去，回自己家住几天，天经地义吧？谁能说出个不字儿？可清怀那脾气，他不在家，家里就一个小哑巴和一个买来的丫头片子。你是当娘的回去住，咱们是去借住躲雨的，等天晴了再说嘛。那丫头既然是买来干活的，多伺候2个人也是伺候，说不定那小子留的钱粮，咱们也能帮着用用。是啊，我是亲娘，回去住怎么了？那
小哑巴和买来的丫头还敢把我赶出来！开门！快开门！必须尽快解决麻烦，不然孩子要吓出毛病。死让开！挡什么道？没看您主家老娘回来了，一点眼力劲都没。对呀！你敢踢人？反了天了！居然敢动手打主家！这是我家，我回自己家，你凭什么拦着？周大哥离家前交代了，若是你们来，不必客气。若敢纠缠或惊扰了清韵，我便可以直接动手打残李氏。他回来自有计较。你敢？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我要去报官！报官可以，私闯民宅意图行凶，我倒要看看关老爷是信你们这两个被逐出门另嫁他人的外人，还是信我这有卖身契在手、奉命看家的丫鬟，以及这屋里真正的主人周清韵。你说这是你家？周大哥在断亲书已立，你也早已改嫁王赖子。这房子的地契姓周，是周清怀和周清韵的周，与你这个嫁出去的刘春花有何相干？滚！再敢来，下次断的就不只是门牙了。没事了，坏人被打跑了，清韵不怕。都怪你这个丧门星！怪我王赖子，你还要不要脸？当初是谁说让我过好日子？是谁说那小哑巴是累赘？早点弄走省心。今天又是谁拍着胸脯说回去肯定能成？结果呢，被个丫头骗子两脚就踹成这熊样，自己没本事，倒有脸来怪我。我没本事，老子是没防备。谁知道那死丫头下手那么黑？你敢说今天这事儿不是你起的头？我起的头？不是你天天念叨那房子好，那院子干爽？不是你说周清怀走了，机会来了，我好歹是他亲娘，回去住几天怎么了？还不是你跟着把事情搞成这样，连个丫头都收拾不了，废物！你说谁是废物？清韵不怕，都过去了。你看，坏人被打跑了，摸摸看，姐姐是不是好好的，一点事儿都没有？饿不饿？姐姐给你做点好吃的，好不好？只有我们两个吃，甜甜的，香香的。看，这是糖，尝尝，是不是很甜？今天姐姐用大米和白糖给你做米香糕，好不好？又软又糯，可好吃了。悠悠妹子，是我桂花，还有我家铁柱。桂花嫂子，铁柱哥，快进来。不进去了，我们刚娘听说王赖子和刘春花那两口子过来了。你和清韵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清韵有点吓着了，不过现在好多了。后面给她做了点吃的，哄了哄，这会儿看着没事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们没事儿，我们就放心了。王赖子就是个欺软怕硬的怂豹，这次吃了亏，短时间应该不敢再来了。不过你们平时还是把门关紧些，有啥事就吱一声。多谢桂花嫂子，铁柱哥。客气啥？那我们回去了。小芬悠悠，你记得关好院门。好。还挺肥，起码3、4斤重。这姑娘是真有本事在身，难怪清怀兄弟敢把家和小清韵托付给她。悠悠妹子，你这身手了不得，真是了不得。以前胡乱跟人学过2下，防身罢了，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。
有你在，青韵这丫头以后可算是有福了。你是没看见，铁柱，那兔子窜出来多快，我都吓一跳。可悠悠妹子就那么唰一下，快的我都没看清，兔子就到她手里了。悠悠妹子是有本事。何止是有本事，我现在越想越觉得，昨天王赖头两口子那狼狈样，肯定不是自己摔的，指定是吃了悠悠妹子的亏。你想啊，王赖子那无赖，要是自己摔一跤，能那么老实滚蛋？肯定是挨了结实的。清淮兄弟走前特意交代过，又留了话，估计也是知道悠悠梅子能镇住巧唱，王赖子那是踢到铁板了。可不是嘛，青韵那孩子总算是苦尽甘来了。以前跟着他那狠心的娘和后爹，过的叫什么日子？现在有悠悠这么个厉害又真心待他的姐姐护着，往后日子有盼头了。蘑菇炖兔肉好吃吗？等我们吃完饭，把剩下的仙菌搬到院子通风向阳处晾晒，然后再进山多采些。晒干的蘑菇能存很久，炖鸡煮汤都好吃，得在进山多采些，多攒点儿。青云，先别进去，在院子里等姐姐。周清淮买的米面，中午剩的兔肉、风干鸡都没了，连半干的野菜和蘑菇也没剩下。窃贼目标明确，男人脚印，尺寸不一，至少3、4个人，其中一个鞋印模糊，不乏虚浮，和昨天王赖子摔在泥里的鞋印对上了。王赖子，昨日的教训不够。不仅贼心不死，还纠结同伙，来了个釜底抽薪。青韵不怕，东西被坏人偷了，但姐姐在，就不会让你饿肚子。后山还有野菜，明天再去采。而且那些被偷走的东西，姐姐一定会去要回来，属于我们的，谁也不能白拿。今晚吃简单点，姐姐用下午新采的菌子煮汤，再贴几个饼子，好不好？菌子汤可鲜了，不比肉汤差。王赖子，昨日的警告太轻了。偷粮如断人生路，青黄不接的时候对有孩子的家庭下手，更是恶毒。你以为周清淮不在，我们没证据，我一个丫头对付不了他们。可惜，你打错了算盘。别叫，敢出声，别怪我手下无情。你，王赖子在哪儿？偷的东西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晚上出去了没回来。同伙是谁？我不知道。不说，我现在就废了你一只手。我说，是槐树村西头胡家2兄弟，还有后山脚的周扒皮，是他们一起干的。东西应该在他们那儿分。王赖子现在是不是和他们在一起？应该是，他说今晚有肉吃。姑娘，不关我的事啊，都是那死鬼。管好你的嘴，今晚没见过我，明白吗？果然在这里。听呼吸，至少3个人。这里位置偏，正好方便行事。大哥，是你，别打我！偷我的粮，吃我的肉，睡得可还安稳？我们错了，姑娘饶命，东西都还在，我们赔。赔？拿什么赔？剩下的东西我原样拿回，但这事儿没完。明天日出前，你们3个自己到周家院子门口跪着，少一个或者敢耍花样，跪，我们跪，明白？记住，
日出前，周八一那边自己去说清楚，再听到闲话，绝不轻饶。看来你们还算识相，想让我暂时不计较，给你们个将功折罪的机会也可以。看到这墙了吗？太矮了，什么阿猫阿狗都能翻进来。我的要求很简单，你们4个去挑土，找石头，把4面围墙加高到2米，必须结实，土要哈实，石头垒牢。做完后，去砍粗壮老竹削成尖刺，沿着墙条每隔半尺埋一根尖刺朝外，要埋得深，固定稳，让人翻墙无从下手。分明是苦力种。活要干得让我满意，土石我指地方，竹子选3年老竹，我会不时查看，什么时候干完干好，什么时候算完。要是敷衍了事，或者再动歪心思，干，我们干。还有昨晚的事，还有今天你们在这儿干什么？管好你们的嘴，要是村里传出闲话，我第一个找你们算账。天快亮了，别跪着碍眼，等会儿带工具到后山我指定的地方干活。醒了，今天天气好，姐姐让几个人给咱们修院墙，以后就更安全了。就是这里，土从这里挖，石头从这里捡。要求我早上说过，墙高2米，夯土结实，石缝填满，竹子我另指地方让你们砍。我只给你们2天时间，2天后4面墙全部加高完成，墙头竹刺埋好。做得好，之前的是一笔勾销；做不好，或者偷懒耍滑，不敢不敢，我们一定好好干。青韵，我们就在旁边看着。可以了。方姑娘，这墙您还满意？以后家里有啥力气活，我们随叫随到。对，我们随叫随到。我也能帮忙。好，有免费劳动力，不用白不用。青韵，今天姐姐带你致上感激，好不好？咱们去买点肉，再买些别的。周清淮去镖局挣钱是条路子，可我不能把指望全搭在别人身上。空间里就那点药品和白糖，我得尽快找到自己能立足、能赚钱的门路，为3年后的自己早做打算。姑娘，买点肉，今早刚宰的猪，肥呆厚着呢。要1条肥瘦相间的五花肉，再来1小块板油。好嘞。掌柜的，这附近有卖豆腐的吗？想买块豆腐炖肉。豆腐？那玩意儿咱们镇上可没有。听说县城里偶尔有挑担子卖的，也是稀罕物，贵还容易坏。咱们这儿没人做那个。豆腐口感嫩滑，做法多样，价格还比肉亲民。要是我能做出来，就是一条好生机。可我只知道大概流程，难点在点卤的比例和温度，石磨、绿布、点卤的料子都得寻摸，但这些未必攻不下来，大不了多试几次。青韵，走，姐姐再带你去别处看看。掌柜的，这黄豆怎么卖？粗粮3文1斤，细粮5文。姑娘要多少？先来5斤。掌柜的，跟您打听个事儿，镇上或附近哪里有卖石磨的吗？大概什么价？石磨？姑娘要石磨做甚？那玩意儿笨重又占地方，寻常人家很少自家制办，一般几户共用，镇上没专门卖的。你若真想要，去问问镇南边的刘石匠和吴木匠，他们能做，不过得看料子和工钱，没个1-2两银子下不来，还得等。1-2两银子，这对眼下的我可不是小数目，还得等定制。推磨、加里、向下、台阶。青韵，你是说咱们家里有石磨，在地窖里还被用来当台阶了？有了石磨，做豆腐最关键的工具就解决了。青韵真棒，帮了姐姐大忙了。走，咱们再去布庄，姐姐还想买点绿布。这匹上好细棉，织的密实，手感软乎，做里衣或孩子的小衣最合适。就是价钱嘛，多少？每尺15文，整匹40尺，算你580文，便宜20文。
580文，有没有更实惠的？织的密就行，不必这么软和，最好是浅色，容易看清干净与否。这些粗棉织的也密实、耐磨，浆洗方便，每尺8文。那边麻布更便宜，每尺6文，就是硬些糙些。透光性很弱，过滤豆渣足够了。这种粗棉布给我扯5尺，5尺粗棉，8文1尺，一共40文。姑娘这是要做啥用？做包袱皮还是做些家用？走，清运，咱们再去买点别的东西。地窖石墨清理干净就能用，黄豆绿布也有了，现在还差点豆腐用的石膏。掌柜的，打扰了，请问您这儿有石膏卖吗？石膏？姑娘要石膏何用？这是药材，性寒，主治外感摄病，高热烦渴。若内服需遵医嘱，不可乱用。掌柜的，我不是入药，是想问有没有那种能做吃食的石膏？姑娘可莫要乱来，石膏性寒且重，杂质又多，绝不能入口。老朽行医多年，从未听说石膏能入膳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掌柜的，我可能没说清，我记得有一种白色粉末状的东西，人家叫它石膏，是用来点凝某种食物的。哦，你说的是断石膏吧？那是将生石膏洗净干燥，猛火煅烧至酥松，再研磨成的细粉，其性已变，多外用于溃疡、烫伤，倒没听说能食用。等等，早年似乎听老师傅提过一嘴，极南边有些地方好像有用某处理过的石膏点豆花的，不过我们这儿确实罕闻。对，可能就是这个。掌柜的，您这儿有卖吗？炼石膏不常备，多是现用现炼。姑娘若要，老夫可以帮你把这块生石膏现炼成熟石膏粉，不过加工费时费火，要收20文。这块生石膏本身算你30文。50文，黄豆15文，50文，一下就去了80文，还没算损耗。可这钱不能省，没有凝固剂，豆腐就做不成，那就麻烦掌柜的了。成，你且稍等，或先去办别的事儿，约莫半个时辰回来取。老夫去后头炉房现断现磨。好，多谢掌柜。这便是断熟的石膏粉了，姑娘切记，即便能做吃食，也需万分谨慎，先少用些试验，莫要一次放太多。我晓得，多谢掌柜提醒。清运，我们回家吧。铁柱哥，桂花嫂子，悠悠妹子，你咋来了？有啥事儿吗？有件事想麻烦你们。我家地窖里有盘旧石磨，太沉了，我一个人挪不动，想请铁柱哥帮我搭把手抬到院子里，不知这会儿方便不？方便，你等着，我这就跟你去。这东西分量真不含糊。悠悠妹子，你打算用它磨什么？想试试磨点豆子，看能不能做点新鲜吃食。你是想磨豆面吧？这石磨以前就干这个来，好用着呢，就是得好好洗洗，还得拿点桐油润滑一下这轴心。那就麻烦铁柱哥了。顺手的事儿，我这就回去拿桐油和木头。这轴心和榫眼是关键，油润透了，推起来清楚，声音也小。这下好多了，悠悠妹子，你试试。太好了，谢谢铁柱哥。小事儿，那你们忙，我先回了。哟，这石磨可有些年头没见他出来了。王赖子占了这房子，把石磨当自家的，谁来用都要收磨损费，大家嫌膈应，后来都去村长家借了。原来还有这么一段过往，我也是清运告诉我才知道家里有这玩意儿，想着清理出来以后能用上。那个嫂子跟你商量个事儿，我家这2天想磨点面，能不能借我用用？保证给你收拾干净。当然可以啊，等我彻底清洗晾干，你随时来用。本就是大家以前共用的东西，没道理藏着。那太好了，妹子你真是爽快人。等你弄好了说一声，我就带粮食过来。好，工具材料都有了，可惜今天时间晚了，一整套做豆腐流程下来得不少时间，只能等明天了。准备工作就绪，第一步，磨浆。第二步，煮浆。来，清运，尝尝豆浆，小心烫。记得点凝温度不能太高，也不能太低，可比例我不知道。不管了，凭感觉来吧。怎么毫无变化？是石膏太少，还是温度不对？点凝成功了，但力度不够，可能石膏不足，也可能搅拌不匀，或温度低了。但这已是凝结的豆制品，不能浪费。或许压制还能挽救一些。豆香是有，可带着一丝涩味，口感软塌塌，缺乏弹性和紧实度。可能是水多了，石膏放少了，搅拌也不够匀。没关系，虽然失败，但摸清了基本流程。下次减少加水，增加石膏，注意搅拌和温度。
成功了！1斤干黄豆能出5到6斤豆腐，切成10厘米方块能出12到14块。黄豆3文1斤，石膏损耗甚微，柴火人工都是自家的。1斤豆子13块算，每块成本还不到0.3文。明天先用2斤豆子试水，切成方块，3文2块，2文1块，在村里卖卖看。先送给桂花嫂子、周大娘、村长这些帮过忙的，既是感谢，也是活广告。青韵，悠悠，在家吗？哇！周大哥回来了。刚回，不过离家7、8日，清俊小脸明显圆润了。方悠悠把妹妹照顾的比我预想的还好。这石磨怎么在这儿？前几日清韵提醒，才知道地窖里有这盘旧石磨，请铁柱哥帮忙搬出来清理了，试着做点豆腐。你会做豆腐？周大哥一路辛苦，先歇歇，我正做午饭，你还没吃吧？我帮你烧火。周大哥这次能在家待几天？3天。这次走得近，临线短标，来回快，想着回来看看。家里没事吧？没事，都解决了。他们偷了家里粮食，被我抓住。我说让他们把院墙加高，就不告诉村长，他们答应了。院墙高了，更安稳些。这姑娘果然有她的办法。这豆腐是你家以前会的方子？怎么可能？若是会做豆腐，家里何至于这么穷？这是我这几天自己琢磨的，想着总在家闲着不是事，试着做点小生意贴补家用。而且3年后我恢复自由身，总也要有钱过日子。他这话说的坦然，却带着试探。他想知道我的态度，看我是否允许他经营自己的小生意，为将来打算。家里的事你安排好就行，只要清韵照顾妥当，其他的你自己斟酌。他同意了，看来不是那种要把买来的人完全压榨的主人。我明白，吃饭吧。只要我照顾好清韵，他不介意我有别的营生。好吃。豆腐成功了，做生意的想法也得到了默许，开心。你好，卡尼。清韵，你要跟哥哥在家，还是跟姐姐出去一趟？姐姐要去给几位叔伯婶子送点东西，我去给帮忙的几位邻里送点豆腐，算是谢意，顺便让大家尝尝。早去早回。你把清韵照顾得很好，不止吃饱穿暖，你带她做事，教她认东西，让她跟人打交道，她比我在家时开朗多了，人也活泼。谢谢。周大哥客气了，我既应下照顾清瑞，自然尽力。而且你也是个挺好的雇主，给了我挺大的发挥空间和信任。家里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事吗？柴火用的比以前快，以后真做这小生意，耗柴更多。周大哥若有空，能帮忙打些柴回来，自然最好。不去也没事，我自己也能打。没问题，等下就去。今天倒不用，我昨下午刚打了2档，堆在后头，够用几天。那也等下去砍些备着。行。要磨豆子了。我来吧。那我去准备早饭。吃完饭就能去村里试卖了。我来挑吧。
在周家村走动，我挑着担子，总比你一个姑娘家挑着方便些。这个雇主真不错。青韵，走，跟哥哥姐姐出门。我就估摸着你们该来了，来，给我2块，昨天那块还没吃够呢。刚才隔壁张婆子还问我呢，我说好吃，她一会儿准要买。新做的豆腐，2文钱1块，3文钱2块，炖汤煎炒都好吃，给孩子老人换换口味。消息传的可真快，一共30文，这批用了2斤豆子，不算柴火人工损耗，净赚约24文。虽然不多，可这是头一回试卖，在周家村转一圈，不到1个时辰，还不错，第一次能这样，很好了。周大哥，家里的黄豆用完了，我想明天去镇上再买些回来。你明天上午有事吗？青韵是跟你在家，还是跟我去镇上？我明天打算进山看看陷阱，要不现在就去吧，脚程快些，天黑前能赶回来。行，现在去买，晚上还能提前泡上，明天一早不耽误开工。这么早？早点磨完，早点开始。周大哥要出门了。去看看陷阱。周大哥，我想跟你一起去山里看看。跟我进山？你不是要做豆腐？豆腐可以下午做，昨天村里刚卖过一轮，今天上午正好有空。而且，我想知道周大哥平时都在哪些地方下套子、设陷阱。你得跟紧，仔细看，仔细听。我晓得。那把青韵喊起来，也带着一起。不用，我等下送他去前院铁柱哥家，跟苗苗、和和玩。之前也去过2次，几个孩子相处的还行，给他带点零嘴去就行。行，那我先帮你把豆子磨了，吃了饭再去。周大哥这力气比我快多了。青韵，哥哥姐姐上午要进山一趟，你是想跟我们一起去山里，还是想去前院铁柱哥哥家找苗苗和和和玩？好，那姐姐送你去。拿着，防身探路，也能当拐杖。谢谢周大哥，今天跟着你学到了很多。处理一下，晚上吃。我去把青韵接回来。以后你若想进山，不要独自去太深，就在我们今日走过的那些区域转转。设套也照我教你的，设在熟悉的兽道上，安全第一。我明白。刚才桂花嫂子说，上午胡婶子来敲门买豆腐，说儿媳妇孕吐厉害，什么都吃不下，就昨天买的豆腐对胃口。这么快就有回头客了？周大哥，麻烦你跑一趟了，豆腐拿4块过去，胡婶子若要2块，你就收3文钱。他若要4块，就收，算他5文吧，算是谢谢他照顾生意。这豆腐脑嫩滑爽口，就说是我们一点心意，给他儿媳妇尝尝。好。还在这儿挺尸呢，有点男人样没有？看着别人家红红火火，你就知道在这儿装死。又发什么疯？谁家红红火火关我屁事？谁家？你眼睛瞎了，耳朵也聋了？我那好儿子
还有那个买来的小丫头，现在又弄出个什么豆腐营生，听说在村里卖的不错，还知道送人情。你怎么就知道动动你那猪脑子想办法？那天被那丫头一脚踹翻，门牙都磕掉了。想什么办法？人家做买卖关我们什么事儿？怎么不关我们的事儿？那是赚钱的营生，你就不能想想去把他们那做豆腐的法子学过来，咱们自己也会做了，不就能卖钱了吗？有了钱还用住这破地方？学？怎么学？那院子墙那么高，还有竹刺，那丫头片子身手你又不是没见识过，比山里的野猫还利索。我去偷学，被她发现，还不得把我腿打断？你就这点胆子，不敢明着去，不会想办法？老子不去触那眉头，有本事你自己去。你现在做这么多豆腐，若是没卖出去，怎么办？我想好了，以后上午我去镇上卖，镇子人多，买得起，愿意尝鲜的也多。下午我就在家，村里谁若要买，就下午来，或者头一天跟我定好，我第二天一早做好了，先给村里订户送去，再去镇上，这样既不耽误村里，也能多卖些。去镇上，那得起很早。我想过了，头天晚上把豆子磨好，过滤好，豆浆先存着，第二天天不亮就起来煮浆点凝，等豆腐压好成型，天也蒙蒙亮了，正好带着清运吃了早饭，收拾妥当就出发，赶到镇上，实习正热闹。那你每天挑着担子去镇上，可有那个力气？先试试看，若是生意好，带得多，就坐个板车；若是不多，我自己挑着也能行。你既想好了，就按你的来。明日我不进山，在家。若有人来买豆腐，我告诉他们改下午或者预定。好，那就麻烦周大哥了。有周大哥在家坐镇，应对村里零散需求，我能更安心的去镇上开拓。姑娘，你这卖的是什么啊？怎么这么白净？这是豆腐，新鲜吃食，炖汤、煎炒、凉拌都行，嫩滑爽口。您可以尝尝看，不要钱。咦，还真不错，没什么怪味儿，挺香的。怎么卖？2文钱1块，3文钱2块。您看这大小，一块够炒一盘菜了。姑娘，你这豆腐明天还来卖吗？来的，还是差不多这个时辰，就在这儿。那可说好了，给我留2块。我也要。豆腐24文，干菌子10文，一共34文，扣成本约5文，净赚29文。这才第一次在镇上试卖，看来镇上的潜力确实比村里大得多。都卖完了。卖完了，还有几个没买到的，约了明天。周大哥，上午有人来吗？来了2户，有一户买了，另一户订了明早2块。我估摸着你明天肯定还要做豆腐，就把明天要用的豆子磨了，浆滤好了，再出房。谢谢周大哥。等会儿午饭吃五花肉炒蘑菇吧，我买了五花肉回来。好，我已经昨天带回来那只鸡处理好了，还切成了块。你看炒着吃还是炖着吃？呀，我把这个忘了，要不中午吃小鸡炖蘑菇吧？也行，你看着办。1个月下来，便有1两5钱银子的上下。对一个没田产，仅靠手艺营生的人家，已是相当可观的稳定尽孝了。悠悠妹子，忙着呢。嫂子来了，是要豆腐吗？嫂子有事直说便是。悠悠妹子，嫂子有个想法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你这豆腐如今在镇上卖得好，名声都传开了，
可咱们周边10里8村的村子不少，好些人听说镇上有这好吃食，都想尝，要么离正远，要么去了赶不上套，常扑个空。你每天就做这么些，只跑一趟镇上，是不是可惜了这名声和市场？嫂子的意思是，我是想啊，你要是忙不过来，或者不想那么累，这周边村子的买卖能不能让我家铁柱去试试？也不用你便宜太多，你就还按1文钱一块给我们，我们拿去周边村里卖，中间的差价就当铁柱跑腿的辛苦钱，这样你不用增加辛苦，还能多卖些豆腐，我们家也能有点进项贴补家用，你看行不行？桂花嫂这提议实际上是一种简单的分销合作，能扩大销量增加收入，我还不用自己增加奔波劳累。嫂子，你这个想法挺好，不过咱们先别一下子搞太大。这样吧，先让铁柱哥带1盒豆腐去周边村子转转，一来探探路，看哪些村子好卖，一天能走几个村；二来摸摸底，看看村里人接受度如何。等铁柱哥摸清楚了，心里有数了，你们再告诉我第2天大概要几盒，我就按数量提前给你们备好，价钱就按1文钱一块，你们拿去卖2文1块也好，3文2块也罢，中间的利差就是铁柱哥的辛苦钱。但有一点，豆腐一定要新鲜，当天的当天卖，卖不完低价处理或自己吃，最好别过夜，免得变质坏了名声。成，就这么办。悠悠妹子，你想得真周全。方姑娘，生意兴隆啊！掌柜的，您也来买豆腐吗？今日冒昧打扰，是有桩生意想跟姑娘谈谈。掌柜请讲，请。是这样，胡员外府上明日要宴客，特意点名豆腐食材要姑娘你做的，所以想跟姑娘订1盒豆腐，明日午前送到我们酒楼后厨。胡员外是镇上数1、2数2的富户，上次周大哥卖羊肉时，掌柜就提过要匀些给胡府，肯定是他家采购也来买过我的豆腐，吃出了差别，才特意点名要我的。承蒙胡员外和掌柜的看得起，我明日一早做好了就给您送1盒过去。这是定金，姑娘收好。铁柱哥，桂花嫂子，这么早？不早不早，你肯定更早。这是给铁柱哥准备的，1盒12块，刚压好，最新鲜。麻烦悠悠妹子了。价钱就按咱们说好的，2文1块。要是卖得好，或遇到什么情况，回来咱们再商量。晓得了。悠悠，这是几个刚煮的鸡蛋和烙的饼子，你们俩早上凑合吃1口，别光顾着忙忘了吃饭。谢谢嫂子。客气啥？那我们先走了，不耽误你忙。清韵，走，咱们该去镇上了。鸡蛋和饼子我们路上吃吧。悠悠妹子，铁柱哥回来了，怎么样？卖完了，全卖完了。我按你说的去了王家村，就在村口那棵大槐树下摆开。起初没什么人，后来有个路过的婶子好奇问了问，尝了1小块，觉得好，买了2块，这一下就引来了不少人。悠悠妹子，你这豆腐在周边村里肯定有市场，我看明天能不能给我2盒，我早点去跑2个村子试试。这方子说到底是种吃食做法，不是绝世秘方。时间久了，总会有人琢磨出来，或从别处传来。与其死死攥在手里，等着别人破解竞争，不如趁它还能带来收益时卖出去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自己做豆腐来卖？自己做？我不会啊，这可是你的手艺。手艺可以学，我可以把这个方子卖给你们。铁柱哥，你们夫妻的为人，这些日子的帮衬，我都看在眼里。我仔细想过了，我一个人每天最多做3、4盒豆腐，又要磨豆子，又要煮姜点凝，还要挑去镇上卖，照顾清运，实在有些分身乏术。这怎么行？
这是你安身立命的营生。铁柱哥，你先听我说完。卖给你们，我是有条件的。妹子，你说。第一，你们学会之后，可以在周边任何村子卖豆腐，甚至去更远的乡镇。但是镇上不行，镇上目前是我的地盘，这是为了避免直接竞争，伤了和气。这个自然，镇上本来就是你打下的地盘，我们肯定不会去抢。第二，我要3两银子作为授意的费用，这钱不多，也就是你们夫妻俩生意顺利的话，2个月卖豆腐的纯利，要是勤快，可能1个月就赚回来了。妹子，你这真是，我得回去跟你桂花嫂子商量商量。应该的。什么事儿要跟我商量啊？什么？你真愿意教我们？这方子可是你的心血。嫂子，我既然说出来，就是认真的。这2个月，你和铁柱哥怎么帮我的，我都记得。这法子在我手里，也就1天3、4盒的量，分给你们，你们能做的更多，赚的也更多，咱们2家都好。而且，我也不是指着豆腐这一样过活。我最近琢磨着，或许可以试试做些别的吃食，比如糕点什么的，一起拿去镇上卖，豆腐生意分一些出去，我正好腾出手来试试新路子。行，既然你是有计划的转型和扩张，那我们学。妹子，谢谢你，这份情我们夫妻记一辈子。嫂子言重了，那从明天开始，铁柱哥和嫂子有空就过来，我从泡豆子开始，一步一步教你们。工具方面，石磨你们得自己想办法置办或借用，木格子、绿布这些，我可以告诉你们去哪里做，买什么样的合适。好好好，悠悠妹子，我们来学习了，这是说好的3两银子，你收好。我正要做今日的豆腐，你们正好从头看一遍。好好好。豆子要提前1夜泡发，水要没过豆子2指，夏天时间短些，冬天长些。像现在这样胀鼓鼓的就算好了。接着便是磨豆，磨的时候力道要匀，水要一点点加，不能急。哦，豆渣也别扔，掺点粗粮蒸窝头也好吃。过滤后便是煮浆和点凝，这2步最关键。火不能太急，锅里要不停搅动，防止糊底。烧开之后还得再滚一会儿，把豆腥味彻底去掉。这是豆浆，可以直接喝，我们先喝点。等锅里的豆浆稍凉片刻，我教你们用石膏水点凝。点凝要慢，要匀，看到浆水开始凝出絮状就成了。这个豆花就可以直接做早饭吃，清韵很喜欢。压上1、2个时辰，水沥的差不多，豆腐就成了。看着是不难，可这每一步的讲究，若不是亲眼看着你说，我们自己琢磨，怕是要糟蹋不少豆子。悠悠，你刚说这一盆豆子大概3斤。泡发后磨出的浆正好做这样3盒，一盒能切12块，镇上卖3文钱2块，铁柱去远点村子卖2文1块，那一盒最少也能卖18文。法子你们看了，钱我也收了，日后怎么做，就是你们自己的事了。只是记得我们约好的，镇上不去卖。记得，咱们绝不是那忘恩负义的人。这人盯我这摊子可不止1天了。小娘子，生意不错啊，我看了几天了。你这豆腐卖得快，人也认你的脸。哥呢，也想做点这小买卖，
你放心，我就替你跑跑腿，多少赚点就行。我只在河西几个村子里卖，绝不跟你抢镇上的地盘，怎么样？这位大哥说笑了，豆腐谁都能做，你要卖自己做便是，我的生意不与人和。青韵，我们回了。方姑娘在家吗？方姑娘，我爹让我来问问你，最近是不是觉着有什么不对劲？村里有人留意到，好像有生面孔在你这附近转悠，不是咱村的人，看着眼生。多谢五爷爷和红礼大哥费心，我知道是有人在盯着。你知道，可知是什么人？想做什么？十有八九是镇上瞧见我豆腐生意好，想打方子主意的人。前几天在镇上卖豆腐时，就有个人想让我把河西各村让给他去卖，我没答应。竟有这种事，方姑娘，这事你能应付得来吗？若需要，我爹可以出面找李正，或者请镇上相熟的差役说道说道。好歹这是咱们周家村的地界，不能任由外人来欺生。红礼大哥，替我谢谢五爷爷的好意，但眼下那人只是盯着，并未做出格的事，我能应付。若真到了需要求助的时候，我一定不会客气，必定第一个去找五爷爷。那好，你心里有数就行。夜里警警些，有啥动静喊一嗓子，左邻右舍都能听见。我记下了，多谢。这个，请红礼大哥带回去，给五爷爷加个菜。这怎么成？我是来给你提个醒，可不是来要东西的。这几块豆腐，只是谢谢五爷爷一直护着村子，也谢谢你们的关心。方姑娘太客气了，那我就不推了。她一个外来的女子，无亲无故，能在咱村落脚，把清淮那个家撑起来，如今面对外人窥伺，还能稳住阵脚，说话办事滴水不漏，这是个有本事的。以后啊，你们多跟她走动走动，没坏处，也能学着点人家的沉稳和处事。爹说的是，方妹子确实不容易，也有能耐。改天我摘点菜去找她说说话。自家公墩是不是老糊涂了？他可是村长，在周家村说一不二，怎么反倒要我们去跟一个外来的丫头面学？那方悠悠再能耐，不也得靠着村里？哼，靠着我们家照应。别动，老实点，敢喊一声嘎了你！听着，把做豆腐的法子一五一十告诉老子。你教隔壁那家怎么做的，就照样教给我。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保证不伤你，也不动那小哑巴。否则……哎呦！青韵不怕，只是个偷东西的贼，被姐姐抓住了。坏人，捆起来，送村长，让村长爷爷打他板子。小丫头没被吓得躲起来，反而迅速理解状况，做出反应，不错，跟着我没白混。好，听青韵的，送她去村长那里。方姑娘，
这是怎么回事？五爷爷，这人今天天不亮，用垫了厚包袱的法子翻过我家有监寺的卫墙，手里还拿着这个。他持械行凶，逼我交出豆腐方子。我将他制住捆了。青韵被惊醒，也看到了此人并非本村人，前几日便在附近窥伺，今日更是私闯民宅。我人赃并获，不敢私自处置，特带来请五爷爷定夺。红梨，把他嘴里的布拿出来，听听他说什么。饶命！村长老爷饶命！我就是一时糊涂，我没想真的伤他，我就是想要方子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求求你们放了我吧！你是谁？哪个村的？为何行此强盗之事？我叫张大山，是河西镇大田村的，我妹夫是镇上仁济堂药铺的掌柜，我就是看豆腐生意好，想学。哼，为了减轻罪责，把自己妹妹都供出来了。哼，你这叫学，这叫入室持械行凶。方姑娘一个女子带着幼妹在家，若非她有些自保之力，今日会是什么后果？你大田村的人手伸得到长，跑到我周家村来撒野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村长老爷开恩，我赔钱，我赔礼道歉，千万别报衙门啊！爹，这种人不能轻饶，放虎归山，后患无穷，必须严办，以儆效尤，也让外村人知道咱们周家村不是好欺负的。方姑娘，你是苦主，你的意思呢？五爷爷，他持械潜入，意图胁迫，理当送衙门。不过如何处置，我听五爷爷的安排。只是有一点，今日之事必须有个清楚的了断，不能含糊过去，否则有些人会觉得我们孤女可欺，日后麻烦不断。这女子不仅胆识过人，思虑也周全，她这是既要惩治恶人，也要借此立威，杜绝后患。你说的在理，送衙门是自然要送的，否则村规何在，王法何在？红礼，你去叫上2个后生，把这人连同器械一起送去镇上衙门，把事情原本晚禀明理政和拆开，请求依律处置。是，爹。完了，方姑娘，让你和青韵受惊了，你们先回去歇着，这边由我们处理。放心，此事一定会有个公道。多谢五爷爷主持公道，那我们先回去了。姐姐真厉害，坏人该。青韵真勇敢，还知道拿绳子。不过以后再遇到这种事，你要先躲好，保护好自己，知道吗？哥哥在就好了。哥哥会回来的，但在那之前，我们也要好好的。经此一事，周家村上下再无人敢小觑我和青韵了。这些鲜煮或晾干都是极好的食材，还有霉豆腐，那咸鲜下饭的滋味，想想便觉得开胃。可惜寻遍镇上市场都没见到辣椒，更别提辣椒面了，只有茱萸或番椒。先3下，再2下，这是周清怀离家前约定的暗号。青韵，哥回来了。方姑娘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就好。这次怎么去了这么久？算算日子，3个多月了。这趟镖走得远，去走了1个半月，回来又是1个半月。这次走得匆忙，家里留的银钱粮食都不多。这段时间辛苦你了，恐怕还垫了你自己的银子。这是2两，你收着。1两算是这3个多月的伙食开销。我知道青韵肯定没少吃好的。另1两是给你的辛苦钱，还有就当是垫付银钱的利钱。
周大哥客气了，青玉很乖，我们相处得很好，这银子我就厚颜收下了。这老板真上道，钱给的痛快，还有奖金和利息。你们兄妹先说着话，我去添个菜。正好今天买了肉，本来想腌起来。周大哥回来的巧，咱们今晚吃顿好的。让你破费了。都住一个屋檐下，不说这些。原来逼我压周石凤部长，桂华看押回来，不一个里角一起多赚，这些人味还是会到村长家。有人来偷东西，被方姑娘抓住了。是镇上药铺掌柜亲戚来找麻烦。是药铺掌柜儿媳的哥哥，叫张大山，翻墙进来逼问方子，被我制住扭送村长，后来送衙门了。事情闹开后，我去买石膏粉时，张掌柜亲自道了歉。在我离开的这段日子里，这个家不仅没有垮掉，反而被守护得很好，甚至更有生机了。辛苦你了，方姑娘，也多谢。都说了，一个屋檐下住着，不必那么客气。洗手准备吃饭吧。周大哥，这次回来能在家里待多久？镖局给了半个月的休整假，之后看安排，可能接短途的，也可能休整久些，再接长途。那哥哥可以吃到悠悠姐姐做的月饼了。姐姐说要做好吃的月饼。月饼？你会做月饼？最近试着做了些别的糕点，搭着豆腐卖，还行。眼看中秋了，就想着自己也试着做点月饼，自家吃，也给相熟的邻里送些，应应景。你总是能琢磨出些新花样，挺好。在云川城看到的，觉得你应该会喜欢。这是处理食材的？处理食材和防身都行。多谢周大哥。哇！放心，没花多少，这趟镖走得远，也还算顺利。哥哥赚了30多两银子呢，给你和方姑娘买点东西，应当的。我做生意这几个月才存了5两，他来回3个多月就赚30多两，平均每月10来两，这收入在这个世界绝对算高的了。不过，镖师行走在外的风险也大，这钱挣得并不轻松。姐姐，今天青韵能不能不去镇上？青韵不是最喜欢去镇上看看热闹吗？今天我看顾他，你放心去忙吧。这肉酱能多做2罐吗？我下次走镖带着，路上吃。行啊，不过这酱放不了太久，尤其天热的时候。你下次什么时候走？提前2天告诉我，我现做，用罐子装好，尽量快些吃完。
要是能有那种红色的、特别辣的辣椒就好了。用辣椒做的辣酱，配上豆腐做成霉豆腐或者辣豆干，又下饭又能放得更久。可惜咱们这儿好像没有。辣椒长什么样？味道如何？是一种果子，没熟时是绿的，熟了变红，形状有的像羊角，有的像灯笼，味道不是姜或知雨那种酸辣，更刺激，更香。要是晒干磨成粉，就是辣椒面，做菜做酱都特别好。红色的，很辣的果子，我记下了。日后走南闯北，我会留意，若看到就买些回来。那就先谢谢周大哥了。若是找到，我可以付钱。方姑娘，辛苦你了，做这么多菜。过节嘛，就该有个过节的样子。再说月饼卖得好，咱们也庆祝庆祝。慢慢吃，都是你的。你做的这个豆干味道好，比肉还下饭。这肉也烧得好。喜欢就多吃点。来，尝尝。哇，好甜好香呀！果然好吃，这手艺在县城开个点心铺子都使得。也就是过节应景，真开铺子还得琢磨更多花样。忽然觉得，穿越到这个陌生的世界也挺好的，安稳又充满希望。周大哥，我明天想去县城。想去便去，可要我陪你？不用，周大哥在家陪清运就好。我就是去看看行情，认认路。注意安全，早去早回。先看粮食。这家规模不小，几十斤上百斤的买都不惜钱，我买多些也不显突色。掌柜的，我想买些粮食。小娘子想买什么？买多少？咱店里米面豆子都是新粮，价钱公道。家里人多，想多备些过冬。黄豆100斤，大米100斤，熟米和糙米各50斤吧。上等精米5文1斤，黄豆3文，熟米糙饭都是3文，大米500元，黄豆300元，熟米糙饭共300元，总计1100元。自己带走还是送货？自己带走，麻烦掌柜的帮我分开装结实些，放门口就行。我牛车停在旁边巷子里，等会儿自己拿。好嘞，伙计们，麻溜装袋。嘿嘿，只有放进空间的东西，我才觉得真正属于自己，才有底气。再换家粮铺买，不能待着一家薅，容易引人怀疑。采购完毕，接下来是石膏了。掌柜的，我想买些石膏，量可能多一些。石膏？小娘子家中有人患了热症，这石膏性寒，需得对症下药，用量最好遵医嘱。多谢掌柜关心，是接了一位长老毛病了。镇上大夫开的方子里需要石膏清热，镇上存货不多。大夫说贵店药材地道，让我来这儿买。他还嘱咐这石膏得炮制成熟石膏才好入药，不知贵店可能代为处理。原来如此，熟石膏我们这里可以现制，只是需要加点工费。小娘子需要多少？大夫说要多备些，慢慢调理。我想先买200文钱的生石膏，烦请都制成熟石膏。可以，200文的生石膏制成熟石膏会损耗些，工费你给30文便是。多谢掌柜。换一家药铺，再买200文的。
给你带的灵材。去县城顺利吧？没遇到什么状况吧？没有，很顺利。县城就是比镇上大些，东西多些。看了看，心里有点底了。平安回来就好。底气就是这么一点点踏实攒起来的。极度不舍。林林总总，加上周大哥之前给的，竟已有20多两了。不过，接下来豆腐生意得调整了。天寒地冻，每日往返镇上，我和青韵都受不了。以后改3天去一次，多带点儿，反正天冷放2、3天也不坏。雪太大，北边好些路断了。镖局暂时不接远途的活了，给了将近1个月的假，能在家过年。正好，雪天路滑，在家歇着安全。青韵自从下雪后，老念叨你呢。希望以后的每一天，我们都能像这样一直在一起。这不就是我心中家最具体的模样？他来了之后，这个家才有了生机和温暖，青韵也变得健康开朗。可我与他只有3年之约。他虽沉默寡言，却从未以主人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我，反而尊重我的意见，肯定我的付出，将家事坦然交托于我。而且他每次在家，也总是不声不响地承担最累的活，让我能专注于自己擅长和喜欢的事情。公平、尊重、有担当，还会记得给家里的人带礼物。平心而论，周清淮这样的男人，不管在这个时代，还是在原来的世界，都算得上难得。但我历经末世，想要的是星辰大海的独行，而非一方院落里的长相厮守。即使那个园落很温暖，那个同行的人很不错。傻丫头，哥哥姐姐当然会一直照顾你，看着你长大呀。尝尝姐姐炸的丸子，小心烫。辛苦你了，多吃点。周大哥也辛苦，回来这些天就没歇着。在县城看到的，觉得样式简单，你应该不讨厌。很漂亮，谢谢周大哥。我们青韵过年穿新的，长得快。周大哥常在外奔波，我看你之前的包袱有时不方便，就琢磨着做了这个。这包的样式我从未见过，里面空间大，分层多，重的东西贴近后背，走路更省力，布料耐磨，关键地方多缝了几道线。这个好，比单肩挎着省力的多，还解放了双手，非常适合走镖赶路。方姑娘，你心思太巧了，我非常喜欢。
周大哥用着顺手就好。这天儿晴的可真叫人心慌，都快清明了，一滴雨星子都没见着。可不是嘛，我家那口子天天挑水浇麦苗，肩膀都磨红了。河潭水位比往年浅了不少。再不下雨，这地可就真要旱着了。悠悠，今天豆腐又剩了许多，最近几个村子的人买东西都没以前爽快了。桂花嫂，剩的豆腐我教你做成豆干吧，能放的久些，吃法也多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总比放坏了强。最近各村是有什么难处吗？我听着大家手头都不宽裕。可不是嘛，你不是村里土生土长，感觉不深。今年这天太邪性了，从开春到现在，正经的雨就没下过一场，庄稼长不好，收成要差，谁还敢乱花钱？我家铁柱隔天就得去浇地，卖豆腐只能挑近处村子，匆匆跑一趟。村里好些人家都这样，男劳力都拴在地下了。听说上游河滩都能看见底了。老辈人说，这绕头怕是不太好。这是旱灾，今年极可能是场波及范围不小的春旱，甚至蔓延成夏旱。在古代，旱灾意味着减产绝收，粮价飞涨，社会动荡，甚至更可怕的后果。空间里的粮食是为长远备的，若真遇大灾荒，远远不够，而且怀璧其罪。必须早做打算，去县城多买粮。无论旱灾成不成真，粮食囤着总不会错。掌柜，今日精米和黄豆什么价？小娘子又来买粮，不瞒你说，涨价了。上等精米7文1斤，黄豆5文，其他粗粮也涨了，最少5文起。怎的涨了这许多？年前不还是5文和3文吗？上游几个县旱得厉害，水路运粮少了，陆路成本也高。咱们这儿虽没见大灾，可看着这天，有门路有余钱的人家都开始悄悄囤粮了。唉，这价钱眼看着还要涨。小娘子，你要买多少？要的多，我尽量给你算实诚点，但价是压不下来了。掌柜所言非虚，这涨势本身就是最明确的警讯。掌柜的，我家中人多，又要修缮房屋，精米我要200斤，黄豆也要200斤，黍米和糙米各150斤。精米1400文，黄豆1000文，黍米、糙米共1500文，总计3900文，还是自提？对，自提，还是分开装结实些。掌柜的，可否吩咐伙计将粮食分批搬到店外僻静角落？我家人分几次来运，免得堵了您的门。哼，好说好说，哈哈哈哈哈哈。这样心里才踏实些。姑娘，有事儿托标还是找人？这位大哥，请问周清淮周标是在吗？周大哥，他接了趟去南边的标，走了1个月了，估摸着还得半个月才回来。你跟他什么关系？找他有急事？倒也不是急事，我是周大哥家里买来照顾他妹妹的。家里粮食不多了，这天旱得厉害，粮价也涨了，想提醒他一句，回去时多捎带点粮食。既然不在，
那就算了。好，我记下了。等周大哥回来，我跟他说一声，让他带100斤粮食回去。是，麻烦大哥了。水，干旱最直接、最致命的，不就是缺水吗？我忙着囤邮各种食物，上山下河，却唯独忘了最基本、最重要的水。万一河水断流，井水干涸，没有食物还能挣扎几日？没有水，一切皆休。真是昏了头了！末世生存第一课不就是水吗？我居然现在才反应过来。姑娘，看点什么？腌菜的坛子，储粮的瓮。老板，这种约莫能装4、5担水的水缸走怎么卖？这个呀，结实，釉也上得好，800文一个。我要2个。另外那种能装2、3担水的瓦瓮也给我拿2个。好嘞，大缸2个1600文，小瓮2个每个300文，共600文，总共2200文。姑娘，这缸和瓮可沉，你怎么弄回去？老板，我住周家村，自己弄不了，能不能帮忙送到村口？我额外加100文辛苦线。成，看你爽快，100文就100文，明天赏日后给你送去。明天我在村口等您。水缸储水远远不够，而且太贵，我还需要更灵活、更隐蔽的储水方式。姑娘，我帮你送到家里吧。不用，等下家里人会帮忙来拿。以后日常洗漱尽量用水池的水，水缸里的井水留着喝。乡亲们，今天把大家叫来，不为别的，就为眼前这要命的天。大家都看见了，地里什么样子，河滩什么样子。我不说虚的，今年这年景十有8、9是场大旱。安静，听我说完。光慌没用，得想法子。我今天让红里去县城打探了粮价，上等细粮8文1斤，粗粮6文。啥8文？这么快让不让人活了？就是，这谁吃得起？年前才5文，这粮铺不是趁火打劫吗？嚷嚷贵有什么用？你们只盯着价钱，就没想想为啥涨这么猛？为啥偏偏这时候涨？爹让我去看了，县城好几家大粮铺门口都排着队，都是觉得苗头不对，抢着买粮囤粮的。去晚了，排队都买不上。为什么大家都抢着买？
因为都不傻，都知道这天不对劲，秋收怕是指望不上了。你现在嫌贵不买，等真断粮那天，你有钱都没地方买去，到时候就不是几文钱的事儿了，那是要命的事儿。村长，那您的意思是，咱们村得赶紧行动起来，趁现在还买得到、运得回，各家凑钱，派一队可靠后生，统一去县城买粮。镇上早没那么多粮，只能去县城，但这事儿不能张扬，买的量也得有个数。统一买，那价钱能便宜点不？怕是不能。粮价一天一个样，能按今天的价卖到就不错了。人多总量大，或许掌柜能给个10成的秤。那买多少？按户头，每户先定50斤，不是不想多买，一是钱，二是运力，几十户加起来1-2千斤，目标太大，路上不安全。50斤省着掺野菜，够一户撑上一阵子。谁家特别困难或想多买的，私下再想办法，明面上就这个数。丑话说在前头，谁要是提前走漏风声，引来麻烦，别怪村里不客气。同意的，回去准备钱。明天一早村口集合，由红礼带队，挑15个身强力壮、嘴严的后生牵牛车去县城，买了粮立刻回来，不准耽搁。周铁柱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快卸车，按户分，手脚都利索点，走。赚里比得重。河水快见底了，井水越发珍贵。村里已经限制打水，每人每天只准挑1档。水资源会比粮食更先成为纷争的副标。我空间里的储水绝不能泄露半分。这些足够我和青运吃用2-3年，可继父感丝毫未减。也不知道周清怀什么时候回来。老天爷啊，你不要光打雷不下雨啊！你开开眼，下点雨吧！真要逼死我们吗？求求您了，下点雨吧！这天气异常的令人不安。来了，总算来了。水源不愁了，庄稼或许还能救一些。这日子总算缓过来了。这雨怎么还不停？再下去，地都要泡烂了。不对劲，太不对劲了！快把粮食搬到桌上，被褥抱到炕上去。不行了，这水止不住，得找村长。村长，村长，救命啊！怎么了？慢慢说。家里进水了，
快淹到膝盖了，东西都泡了，再待下去，房子怕都不安全。走，去看看。红里红毅，跟我一起去。这不行，这地方不能再住人了，万一雨再大，房子泡塌，要出人命。那我们去哪里呀，村长？只能暂时搬到村里地势高、房子结实的人家避一避。红里红毅，你们觉得谁家合适？但得人家愿意才行。爹，五叔家在村东头坡上，房子新，地方宽敞。三叔公家地势也高，院子大，就是房子老点。赶紧去问，态度恭敬点，这是求人帮忙。爹，都答应了。五叔和三叔公让赶紧过去，你们赶紧收拾要紧东西，粮食、被褥、衣服，其他先别管。红里红毅帮把手，赶紧把人转移过去。谢谢村长，谢谢五哥，谢谢三叔公。周震和周青山家只是开始，如果这雨再下去，村里肯定还有不少人家会遭殃。方丫头，你这是……五爷爷，雨一直这么下，我心里不踏实，想上山去看看，站得高些，瞧瞧远处河道、别的村子，还有山体有没有变化。只待在村里，看不到全局。上山？胡闹！这么大的雨，山路滑得很，说不定还有落石塌方，太危险了。你一个姑娘家不能去。五爷爷，我晓得危险，会小心的。我对后山那片熟，不去陡峭的地方，就在缓坡开阔处望一望。家里清运想托您和吴奶娘帮忙照看半天，我保证尽快回来。那你一定要万分小心，看情况不对，立刻回头。清运放这儿，你放心，有我看着。谢谢五爷爷。清运，姐姐去山上看看雨有多大，很快就回来。哎，方姑娘，你这真是去看情况。这大雨天的，清运你放心，我们肯定看好。就是你别是……吴奶奶，您多虑了。周大哥对我有恩，况且我卖身契还在周大哥手里，能跑哪儿去？我是真觉得这雨下的邪圣，不看看远处心里没底。万一有什么不对，早点知道，全村也能早点准备，不是？我也是瞎操心，你别往心里去。那你千万小心啊！老头子，你说这方姑娘真不会一走了之吧？这天气……别瞎猜，方丫头不是那样的人。你看她来了之后，这家多温馨，对清运多上心。她要真想跑，早几个月清怀不在时就能跑，何必等到现在？还把清运特意送来，她是真有主意，也真想为咱村看看路。河道饱和，土壤含水过载，再下去，后果不堪设想，必须立刻行动。我记得之前追猎物时，到过一片陡坡，那儿有块巨大的山岩突出崖壁，形成天然内凹浅洞，是遮风避雨的好地方。这里位于山体上部，周围植被稀疏，上方是更陡峭岩壁，大面积滑坡研磨的可能性较低，空间有限，挤一挤最多7、8人。洞口敞开会灌雨，但对我和清运暂时避难足够了。至于村里其他人，我不是救世主，能力有限，首要是确保自己和清运安全。我身上秘密太多，不便与人待在一起。要是暴露空间的存在，那将带来比天灾更可怕的祸患。就这里了，这地点不算隐蔽，但暴雨天，估计没人会深入这里。有了这地方，我和清运至少有了条退路。不能等了，得立刻下山接清运。家里的东西等下回去全收进空间。方丫头，怎么样？山上看到什么了？情况不妙，咱村外的田地都套在水里了，河道也满了，地势更低的镇子都要淹了。咱村眼下还撑得住，可再这么下去，快去问问那些人哪儿来的，怎么回事？爹，问清楚了，是村西头周西的岳家从石林村逃过来的，他们家房子淹到膝盖深了，眼见雨不停，水还涨，怕房子塌，赶紧收拾了点紧要东西，拖家带口来投奔闺女女婿。
石林村都淹到需要弃家逃难的地步了。方丫头，你是不是心里已经有了什么打算？我看你好像不怎么慌。五爷爷，我一个女子能有什么万全主义？只是觉得这雨真一直不停，咱这村子就算比别处高些，怕也未必绝对安全。那你的意思是，继续待在低处风险太大，或许只能往更高的地方去。更高的地方？你是说上山？可山上连个遮挡都没有，老弱有富有怎么上去？上去住哪儿？这不是更要命吗？村长说的是实情，组织全村撤离上山，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我只是说，山上或许是唯一的方向，至于具体如何，我也没办法。我先带青运回去了。青运，雨太大了，家里可能不安全，姐姐带你去个地方。抱歉，我不是神，救不了所有人。末世教我的第一课，就是要先确保自己和在乎的人活下去。姐姐，我们要去哪里？青运，我们村里很快就会被洪水淹没，你别怕，姐姐带你去山上。跟姐姐一起，不怕。红礼，你跟上去，看看他去哪儿。爹，跟着他干啥？他肯定知道能躲雨的去处。你悄悄跟着，看看他到底去哪儿。行，爹，我跟上去看看。红礼哥，出来吧，这大雨天的，跟着我们做什么？方妹子，是我爹让我来的，他没恶意，就是实在没办法了。我爹说你看上去心里有谱，他让我跟着你，不是想逼你什么，就是想看看，如果真有地方不大也就算了，要是能稍微多容几个人，看在清怀哥和一个村的份上，能不能让村的老幼也过来？红礼哥，不是我心狠，我确实找了个能暂时躲雨的地方，但那是块凸出来的石头下面，地方很小，满打满算挤得下4、5个人顶天了。我自己带着青运，万一清怀哥回来也要找我们，真的没办法顾及别人。至于别的山洞，我之前在山里走动，确实知道一个。真的？在哪里？能不能？那个山洞在矮山和后山交界的地方，靠近混合林。不过这么大的雨，我不确定那山洞会不会塌方或者渗水，而且那里现在很可能已经挨着新形成的水道了，安不安全我不知道。方妹子，能不能麻烦你带个路，或者你告诉我大概方向也行，我自己去探探。我带你去那个山洞附近，指给你们看，但我不会进去。行，太谢谢你了，方妹子。这原本的溪堰都成河了，就在那边。方妹子，大恩不言谢，我这就回去告诉我爹，组织人过来看看。红礼哥，你们自己小心，探查山洞时一定要先确认是否稳固安全，洞口的水位也要盯紧，如果情况真的糟糕到必须撤离，动作一定要快。爹，我回来了。怎么样？他去了哪儿？真有地方？他说那山洞可能不安全，他自己找到的地方也就够他们俩容身。有一线希望也好。弘毅，你立刻去把村里的男丁都叫到咱家来，快！红礼，你先去换套衣服，喝碗姜汤。乡亲们，这雨没有要停的意思，水还在涨，咱们要做最坏的打算，往高处撤。今天，方家那丫头给红礼指了个地方，在后山和矮山交界那边，可能有个能容人的山洞。山洞？真的假的？能住人吗？但方姑娘也说了，这么大的雨，她不敢保证山洞安不安全，所以能不能用，得先去看。我需要几个胆大心细、腿脚利索的后生，跟着红礼冒雨进山，去探那个山洞，确认是否稳固，里面情况如何，水位离洞口多远，谁愿意去？我去，总比在家等死强。算我一个，我攀岩还行。我也去，家里老人孩子等不起。好，
今天天色已晚，明早如果雨还不停，红礼你就带队过去，一定要小心，安全第一。确认了情况，立刻回来报信。好的，爹。乡亲们，真到了万不得已，山上可能是唯一的活路。如果山洞纸造不上，咱们就得自己想办法。今天回去，各家都把能防雨的东西找出来，油布、蓑衣、草席、木板，哪怕是破门板、旧柜子，绳子也多备些。粮食、火种，这些更要紧的，能带多少带多少，用油布包好。对，做好两手准备，一旦山洞能用，优先安置老弱妇孺。记住，这时候谁也别藏私，也别只顾自己，要想活命，就得抱成团。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到了。爹，山洞能用，洞口有点小，得弯腰进去，但里面比想象中深，也干燥。我们仔细看了，岩壁结实，顶上也没有裂缝渗水。虽然离新冲出来的那条河沟不远，但地势比河沟高出一大撤，眼下很安全。能容多少人？我们可以在洞口上方搭油布，延伸出去挡雨，这样洞口附近也能站人。好，那你们看，在附近搭窝棚可行吗？我们看了地形，山洞所在的那片山坡还算平缓，树木也多，这有方式很多。砍些树枝，搭上油布、草席，弄些简易窝棚是可行的。那事不宜迟，明天一早，老弱妇孺统统收拾东西，上山进山洞避雨。男丁们，除了护送家小，留下几个照看。其余人带上工具、油布、绳索，跟着红礼他们上山砍树搭窝棚。咱们得抢时间。青韵，快把湿衣服换下来，小心着凉。姐姐，衣服干干的、暖暖的，从哪里来的？我们的包袱不是都湿了吗？青韵，姐姐有一个很小的、别人看不见的地方，这是一个秘密，只有你和姐姐知道的秘密，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。哥哥暂时也不能说，如果被别人知道了，他们会觉得姐姐是妖怪，会把姐姐抓走，那样就没人照顾青韵了。青韵能帮姐姐保守这个秘密吗？姐姐最好不能被抓走。姐姐相信青韵，这个算是神仙看我们可怜，给的一点小小帮助吧。现在外面很危险，神仙希望姐姐能用这个带着青韵好好活下去，所以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，好不好？好。虽然暴雨如注，野兽出没的可能性大减，但绝不可心存侥幸。洞口必须得设置一些警示或简易屏障。弟兄们，这趟镖我们不接了，老家遭了洪灾，家里什么情况都不知道，咱们得快速赶回去。路上一切从简，安全第一，但日夜兼程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悠悠、青韵，你们一定要撑住，等着我。青韵担心和苗苗，那我们去看看他们好不好？但是路不好走，会辛苦些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去。方丫头，你们怎么过来了？五爷爷，
铁柱哥和桂花姐他们在哪儿？青韵担心和苗苗。铁柱在那边砍树呢，桂花和孩子们应该在那边山洞里。方妹子，多谢你，多亏你指了这地方。我们搬上来的时候，家里水都到膝盖了。今天想回去再拿点东西，根本进不去，水到大腿根了，河都没了，全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黄水。水里时不时能看到有东西飘过去，看着像……看来情况比想象的更糟。和和苗苗呢？还有桂儿姐，他们还好吗？在山洞里头呢，挤是挤，好歹能坐着，比外面强。悠悠，青韵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快进来避避雨。我原本不是个多管闲事的人，但这1年来，桂花嫂一家确实给了我不少温暖和助力。桂花嫂，我那边找到了一个能落脚的小岩缝，比这里干燥些，也有地方生火。地方不大，但挤一挤还能再容2、3个人。青韵一个人也闷，你看要不要让和和苗苗跟我过去住？总比在这里挤着强。悠悠，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太谢谢你了。那我让铁柱把孩子送过去。方妹子，我有个不情之请，要是你那地方要是还能多1个人的话，能不能让我娘也过去？她年纪大了，在这山洞里挤着又潮，我实在担心。我弟石墩也懂事，可以跟着去照顾娘。他人傻力气大，也能帮你干点粗活，绝对听话。行，那就周婶和石墩带上和和苗苗跟我过去吧。地方小，大家将就一下。好。周婶、石墩兄弟与和和苗苗晚上睡这里，铺盖摊开，挤一挤能躺下，但肯定淋不到雨。方妹子，这情分我周铁柱记一辈子。铁柱哥言重了，是青韵想和和和苗苗作伴，而且我一个人带他，有时候也顾不过来。周婶和石墩兄弟来了，也能互相照应。方妹子、青韵，今天就着你们的地方和锅灶，咱们一起吃顿热乎的，也算我们一点心意，你别嫌弃。好。铁柱，娘和孩子在方妹子那儿，比跟着咱们在那边遭罪强多了。我这心啊，总算能放下大半了。是啊，方妹子真是咱们家的贵人。发烧了，应该是这几天淋雨，抵抗力下降，风寒入体了。热度退下去了。看那里，草在动，是不是兔子？方姑姑，外面的草在动，有东西。我去看看，你们待在这里，别出来。哇，真是兔子！使不得，方姑娘，这兔子是你辛苦打来的，我们娘几个有口热粥就感激无尽了。这肉该留着你和青韵补身子。周婶，见外了，兔子是大家一起看见的，自然人人有份。谢谢你了，方姑娘。现在人多，不能用空间里的干柴，得出去砍柴。石墩，快跟你方姐姐一起去，帮方姐姐砍柴去。方姑娘，你别看我小儿傻，可她有一把子好力气，人也实诚。你让她干什么，她就干什么，绝不会偷懒。这砍柴运柴的力气活，你带着她能省不少事儿。你就当带个帮手，告诉她砍什么样的树就成。行，那石墩跟我来吧，带上斗笠，我们快去快回。
石墩兄弟，我们将大部分尸柴堆放在岩洞外侧能避雨的凹陷处，再用油布盖下，剩下的一小部分抱进洞，架在火塘旁边烘烤。也不知道铁柱和桂花在那边怎么样了，窝棚漏不漏雨，吃不吃得饱。娘，石墩，呵呵，苗苗，别过来，娘身上是湿的，别把你们衣服弄湿了。方妹子，多亏了你，娘和孩子都好好的，我们这心踏实得很。铁柱哥，桂花姐，快进来烤火。那边情况怎么样了？窝棚搭起来一些了，都是用树枝和油布、草席凑合的，挤也潮，但好歹有个能避雨的地方，比露天强。可是，眼看着山下那条河，不，已经不能叫河了，是一片黄汤子，越来越宽，水位一天天往上涨。昨天水已经漫到山洞旁边了，村长怕出事，让大家全都从山洞里撤出来了，现在都挤在窝棚里。窝棚有限，做饭不方便，而且也没柴，大家只能一天做个1顿吃。村长说，看着天雨应该快停了，他让我们过来，一是看看娘和孩子，二是让我们给方姑娘你带个话。村长说，等雨一停，想请方妹娘你过去一趟，跟村里几个主事的商量商量，接下来该怎么办。大家都眼巴巴盼着雨停，可雨停了，眼前这片悲娘怎么办？家怎么回？日子怎么过？大家心里都没底。村长觉得你是个有主意的，想听听你的想法。好，雨停了我过去。搬上山的时候路太滑，村东头的三叔公不小心摔下山坡，没救过来。后来搭窝棚，周才叔的爹从坡上摔下来，吐血，没药没大夫，所以没撑过去。雨快停了，我出去看看山下现在到底什么样子。周婶，你们照顾好青韵和孩子们。悠悠，千万小心，路滑，别走太边上了。我知道。整个双河镇如今只有水光，不见任何镇子的轮廓。雨停了，山下的这片洪水，估计一时半会儿也不会退去。在满目疮痍中活下去，重建家园，也是一个难题。方丫头，你来的正好。你看，这雨总算是要停了，可山下成了大海，家是回不去了。山上的粮食也一天比一天少，而且今年收成肯定是没了。以后可怎么办？大家心里都没谱。你是个有见识的，依你看，咱们接下来该怎么打算？留在山上，眼下最要紧的是几件事：一是粮食，能节省尽量节省，组织人手在附近安全下区域多挖些野菜，寻找一切能入口的东西；二是饮水，雨水虽然脏，但沉淀烧开还能用，要指定干净水源，统一取用，避免生病；三是住处，雨停了，但晚上山上凉，窝棚得尽量加固，放风保暖，尤其老人孩子。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，恐怕大家之前因为水患都忽略了。什么事？这里是山里，之前连续大暴雨，山洪凶猛，声响也大，很多野兽会躲避，不敢轻易出来。但现在雨要停了，暴雨在某种程间复平静，我们这么多人聚集在这里，让难免会有气味散出去，饥饿的野兽很可能会被吸引过来。如果是野兔、山鸡这类小兽撞上来是好事，能给咱们添点肉食，但万一是野猪、是狼，甚至是熊，那麻烦就大了，尤其是晚上。哎呀，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光顾着筹水筹粮了。方丫，你说的对，这雨一停，山里的猛兽就该出来活动了。咱们这么多人在这儿，简直就是摆在他们嘴边的一块肉。必须立刻安排人守夜，白天也要有人警戒。方丫头，多亏你提醒，这是救命的话，我代全村老少谢谢你了。五爷爷言重了。雨后的山林格外寂静，但这种寂静之下，往往藏着危机。雨快停了，但山下全是水，一时半会儿回不去。哎呦，还有，雨停后，山里的野兽可能会多起来。咱们这里虽然偏些，但也不能大意。晚上篝火不能灭。石墩兄弟，晚上警点。师傅墩。
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听声音，狼群规模不小，就在附近。铁柱、桂花他们，周婶别慌。石墩，把路障检查一遍，堵死，把火堆移到洞口里面一点，天柴稍旺，狼怕火。和和、苗苗、青韵都进岩洞里面去，不许出来。周婶你也进去，安抚孩子们。狼，抄家伙！女人孩子都推到中间窝窝去！男人是男人的都给我拿起东西站出来！点火，把所有能烧的都点起来，围成一圈！来了，大家顶住，用尽全身力气！那边的伤亡恐怕不小，甚至很多人可能已经……如果矮山营地真的被狼群攻破，那我们这个小小的岩洞，真的能在这危机四伏的山林里独善其身吗？况且周铁柱夫妇若出事，和和苗苗怎么办？周母怎么办？我带着清运都艰难，更别说多带几个老弱。石墩，守好这里，火不许灭，任何人或兽靠近就用柴刀砍，保护你娘和孩子们，听到没有？清运，乖乖跟周奶奶待在一起，姐姐去帮帮铁柱叔叔他们，很快回来。周婶，保护好孩子们，无论听到什么，我没回来前绝对不要出来。桂花，小心！悠悠，快去帮铁柱，他和村长他们被好几头狼围住了，在那边。杀呀！爹，你醒醒啊！方悠悠。乡亲们，狼被打退了，咱们付出了代价。周震兄弟没了，还有好些乡亲受了伤，但是咱们守住了。谢谢你，今天要不是你及时赶到，伤亡恐怕还要多上1倍不止。你这不仅救了人，更救了咱们全村人的心气，这份恩情，我们周家村永世不忘。村长言重了，我也是村里一份子，唇亡齿寒的道理我懂。更何况铁柱哥和桂花姐平日对我们多有照顾，大家同心协力，才能打退狼群。狼是退了，但山里不安生，今晚守夜的人加倍，火堆不许熄，所有人都警醒着。悠悠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狼群被打退了，但那边伤亡不小。铁柱哥受了伤，手臂被狼抓咬，流了不少血，不过人还清醒。桂花姐在照顾他。受伤了，严不严重？伤口需要仔细处理，不然容易溃烂。你们若担心，想过去照顾铁柱哥，我可以送你们过去。去，我们去。铁柱伤了，桂花一个人哪儿忙得过来？石墩也能搭把力。方姑娘，方姑娘，多谢你这些日子的收留照顾，我们实在不能再麻烦你了。
周婶严重了，谈不上麻烦。既然你们决定了，我送你们过去。水位是在慢慢下降，可这天气异常炎热。狼袭那日伤重的人，伤口感染恶化，没有好的医疗条件，短短时间已经走了好几个。天灾之后，往往紧随而来的就是疫病，伤口感染只是开始，如果环境卫生和饮水得不到改善，可能还会爆发瘟疫。悠悠，水退的差不多了，村长让大家收拾东西，准备下山回村，他让我来告诉你一声。知道了，桂花姐，我也正打算回去，你们先走，不用等我们，我和青韵收拾一下，这2天就下山。悠悠，村里情况不太好，房子大多都毁了，东西冲得七零八落，还有些不干净的东西，你带着青云小心些。我明白，谢谢桂花姐提醒。别怕，青云，那只是没逃出去的动物。洪水很可怕，但我们活下来了，以后更要小心的好好活着。虽然脏乱，但房屋主体结构完好，门窗俱在。青韵，我们家受损不大，把屋里收拾一下就能住了。今晚先睡这里，明天我们再慢慢收拾其他地方。也不知这石膏水对古代的病菌能起多大作用，只能求个心理安慰了。可井水怎么办？该怎么消毒？洪水裹挟的污水，人畜尸骸的腐败，谁知道有多少看不见的东西流进了井里？村里的井水大概是不能饮用了，还好空间里储存的有水。不能再这么下去了。心里得有个数。爹，你找我们。红礼，你明天一早带上2个人，往东、往南2个方向走远些，看看临近几个大村什么光景，有没有官府的消息。爹，我往东走了3个村子，比咱们这儿还惨。房子没几间立着的，活人没见到几个，静得跟鬼村似的。碰到2个从下游逃来的人，说双河县城那边都乱套了。县城怎么了？水势退了，可城外密密麻麻全是灾民，进不去城，就在野地里挤着。那2人说，城门口每天往外抬死人，一开始是饿死的、伤重不治的，后来有人说是闹了瘟疫。瘟疫？你打听清楚没有？那2人说的有鼻子有眼，不像假的。他们自己也是怕染上，才拼命往咱们这边山里逃。我在附近打听，也听到零星逃来的人提过食疫拉肚子病，都说下游死的人多，不干净。这可怎么得了啊？这事儿不能瞒着村里人，但也不能乱传，
引起大恐慌更麻烦。红里红义，你们俩私下去找铁柱、青山几个信得过的，把话悄悄递过去，让他们心里有数，管好自家人。最近少跟新来的，尤其从下游来的人扎堆，注意吃喝干净。井水打上来必须烧滚了再喝。还有，让各家把院子周边清理干净，垃圾风物堆远点烧了。非常时期，顾不得那么多了。悠悠，你说这可怎么办？村长让瞒着瘟疫的消息，可哪里瞒得住？现在家家户户关门闭户，连水井边都没几个人敢去了，都怕。我最担心的事情，到底还是发生了。桂花姐别慌，从现在起，你和铁柱哥还有周婶石墩，尽量别出门，非出门不可就用布蒙住口鼻，回来立刻用烧开的水洗手，吃的喝的一定煮透，自家人也稍微隔开点距离，尤其是铁柱哥的伤口，千万不能再感染。青韵，接下来一段时间，我们更要去小心了。外面有一种很厉害的病，很容易传开，我们要待在家里，尽量不出去。姐姐会保护你的。上头有严令，许出不许进，严禁流民涌入城内。军爷，行个方便，我们真是本分镖师，家在隔壁县城，只是借贵地过路，绝不逗留，更不会添麻烦。您看，不是钱的事，知府大人严令，防的就是疫病和流民之乱，放你们进去。若有人带了病，甚至引来更多流民，我这脑袋还要不要了？回吧，要么原路返回，要么另寻他路。这叫什么道理？咱们回家都不让。走山路吧，我早年在这一带走过。丘陵关西侧是连绵的云岳山脉，虽然难走，但翻过去应该能绕过关点。只是山路崎岖，费时费力，且有野兽风险。走山路那得绕到猴年马月，咱们带的干粮可不够。我看不如再多使点银子，找找门路。这样，咱们兵分两路，我带几个人留在这里寻机会，看能不能用重金砸开一条缝。周清淮，你带另外几个同伴去走山路。贼老天，玩我呢是吧？从丧尸横行的末世穿到这生产季低下的古代也就算了，还穿成了个身不由己的丫鬟，这我也认了。可好不容易把日子过得有点盼头，恢复自由身指日可待，结果呢，旱灾、洪水、野兽，现在又来了瘟疫的影子。既然在哪儿都是挣扎求生，还不如让我在末世被丧尸啃了呢，至少死得痛快。周清淮啊，周清淮，你这雇主当得可太省心了，又是天灾又是人祸，还附带照顾邦鱼一家属，并确保其在世界末日级别灾难中的身心健康，这严重超纲了好吗？你特么再不回来，我真要撂挑子不干了！哼！王老四，你确定看清了？周家村当初真拉回去那么多粮食？千真万确。那天我亲眼看到周家村那个周红礼带人从县城运了10来辆板车粮食回来，少说也得有几十担。何止！我表姐家在周家村，前些日子捎信儿出来，说他们村好多户都接了亲戚去住。要是没粮食，自己都吃不饱，还能顾及外人，肯定存了老鼻子粮了。对，你看他们村房子倒的都比咱们少，人也没死几个，肯定早有准备，囤了大粮。妈的！老子一家5口，就剩我和我娘了，粮食早吃光了，野菜都挖不着了。他们倒好，藏着粮食接济亲戚。听说他们当初在山上还遇到狼，打死好多头，每家都分到肉呢。都静一静，光说没用。周家村有院墙，有些房子结实，人也聚得齐，硬抢不容易。那怎么办？难道等着饿死？就是，听说南边都闹瘟疫了，城门关得死死的，咱们出去也是死路一条。胡老大，你拿个主意，咱们这么多人，还怕他们一个村？不行，咱们就多分几路，翻墙的翻墙，撞门的撞门，只要冲进去几家抢到粮食，咱们就能多活些时日。对，想想办法，粮食到手，每人起码能分上10几斤吧，够吃好些天了。胡大哥，诸位乡亲，且听我一言。咱们110号人一起过去，周家村必有防备，他们有壮丁、围墙、房屋可做依托，硬拼起来，咱们难免死伤。就算弄到些粮食，折了人手也划不来。那你说咋办？干等着！哼，咱们不妨换个法子，先礼后兵，派些老人孩子去他们村口，不说抢就说求。由乡亲们看在同是遭难人的份上，匀一口吃的救命，样子做得越可怜越好。求他们能给，就算给也是3瓜2枣顶屁用。要的就是3瓜2枣。咱们大部队藏在附近林子边，去求的人眼睛放亮点，哪家心软给了，就肯定有存粮，而且他们肯给心软，防备心也轻。
到时候记下这些人家，夜里动手，专挑这几家，一抢一个准儿。到时候他们村长肯定会召集青壮商量怎么应对咱们求粮。咱们趁其不备冲进去，先制住或干掉那些领头的、最能打的，剩下的老弱妇孺还不是任咱们拿捏？这比分散撞各家的门安全多了，也省力多了。陈先生说的在理，就这么办。挑些看着老实的、带孩子、女人的，去哭去求，其他人跟我藏好，瞪大眼睛看清楚。周家村的乡亲老爷们，行行好吧，给口吃的吧。我们都是下游李家挖的，村子全没了。不求多的，一口粥，一口野菜就行，救救命啊！外面的乡亲，我们周家村也遭了大灾，家家户户都没什么存粮，自己都难以糊口，实在无力接济。你们还是往别处去看看吧。村长老爷，我们实在走投无路了呀，就施舍一点，哪怕一把康符，让孩子吊着命就行啊！糊涂！你们这是在引来恶狼啊！都回去，别聚在村口。村长，就看那些孩子实在可怜，就一点，咱们省省也就出来了。是啊，就一点吃食，总不能看着孩子饿死在面前吧？我看他们来者不善，哪有这么巧就跪在咱们村口，还专挑有孩子老人的来。一群蠢货，这是麻痹你们，摸清底细。给一口粮食就等于告诉别人我有余粮，快来抢！哼，还聚在一起商量，生怕别人不知道青壮在哪里集中是吧？青韵，立刻跟姐姐走！现在，马上！娘，爹，铁柱！我刚挖野菜时，远远看到方悠悠，她带着青药，背上包袱，从后山跑了，我亲眼看见的。跑了？我就说那些逃难不对劲儿。方悠悠肯定也看出来了。对，悠悠平日里虽话不多，但做事极有章法，从不做无谓之事。她突然离开，本身就是最明确的信号，我们也赶紧收拾。学芳丫头，轻装简从，紧要的带上。铁柱，你撑着点。桂花，你帮孩子收拾。石墩，去收你自己的东西。老头子，你把藏着的杂粮面用油布包好。娘，咱们真走啊？去哪儿？跟着方丫头的方向，她往山里去了。山里虽苦，但至少清静，没人抢。咱们不求追上她。找个离他不远不近，能互相照应又不拖累他的地方。哼，先躲过这阵风头再说。对，听娘的，赶紧动起来！别让人看见咱们大包小雕的，引起猜疑就麻烦了。趁着村里大多数人的注意力还在村口的乞讨者身上，我们赶紧走，从后面绕出去，别走大路。胡老大，你看，刚才有几个人影背着东西往山里去了，不止一波。娘的！被发现了，还是他们自己吓破了胆要跑？恐怕是看出点什么了。背着家壮上山，这可不是寻常进山找食采药，是举家避祸。不能等了，夜长梦多，再等下去，有粮食有脑子的都跑光了，咱们还抢什么？传话下去，让前面哭求的都撤回来，别演了。天一擦黑就动手。之前周清淮带我熟悉过这片猎区。他还在附近设过陷阱和观察点，暴雨或许让陷阱失效，但多少能预警、阻碍。先找临时营地，再检查陷阱、修补布置，然后搭一个更隐蔽的庇护所，做好防御和生存准备。岩洞空空的，方妹子没在这儿，她能去哪儿？带着青韵。这么快就把东西都搬走了，连那么大个木头架子都没了，没有拖拽的新鲜痕迹，也没有焚烧的焦黑，不像是烧了或拆了带走，倒像是根本没在这儿多待，或者有别的法子把东西弄走了。肯定往更深处去了。那丫头心明眼亮，比咱们想的远。这地方离外山太近，她定是觉得不够安全。她身手好，目标小，刻意藏行踪，咱们一家老弱病伤根本追不上。深山危机四伏。不能再往里走了，就这儿吧。行，当下最要紧的是安全。这好歹有个现成的洞遮风避雨，地势也隐蔽。石墩，你去砍些结实的树木，咱们赶紧弄个像方妹子那种木栅栏，把洞口挡起来。晚上山里不安全。桂花，你带着娘和孩子收拾洞里，找水源，打点水回来烧开。我手不方便，守着东西。顺便削点木楔子。石墩，我教你怎么做。
天黑前栅栏必须立起来。树下反而容易被地面的野兽或人发现，树冠的隐蔽和高度能提供另一层安全。青韵，我们上去。抱牢树干，坐这等姐姐，别乱动。主干在这里分出5根同样粗壮的枝丫，天然稳定，面积可挥，就是这里了。小心点儿，踩着门板中间。不错，既能遮露水，又能进一步遮身形。这是保险绳，万一脚滑了，也不会掉下去。树冠能隔野兽，可蛇虫鼠也能爬上来，得撒点黄粉。红礼，我心里很不踏实，总觉得今天那群乞讨的不对劲。你去村里转转，看看各家有没有异常。爹，不对劲，好几户屋里没人。有人说下午看见方悠悠、周铁库一家，还有春婶、周易他们都背着东西往山上去了。坏了，怕是着了道了。红礼，你赶紧的，别走大路，从后头绕出去，悄悄到村外围看看，是不是有人埋伏。快去快回。老婆子，赶紧收拾东西，能带的都带上，咱们也得走。走，去哪儿？这天都黑了。别问了，快收拾。爹，好好的收拾什么？家里才10多干净，房子也没大坏，外面不就几个讨饭的，村里这么多人，还能让他们打进来不成？你懂个屁！要走要留随你便，老子不拦着。老大媳妇，帮你娘赶紧收拾，要紧的东西拿上。那绝非炊烟，没人家会在清晨同时点燃这么多这么浓的火，更不会持续成这样的烟柱，只能是房屋，可燃物在大面积燃烧。看来村子昨晚出事了，情况恐怕极其糟糕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难道我真的命注定与安稳2字无缘？算了，抱怨无用，生存才是第一要事。别怕，火烧不到这里，我们暂时很安全，先待在这儿观察。青韵，待在帐篷里别乱动，我下去弄点吃的。放进空间，随时能取用热食。村庄遭劫，周边环境会更恶化，我必须做好长期隐匿、自给自足的准备。这树巢是临时的，非长久之计。这里没人来过，东西还挺多。走，去看看你哥以前设的陷阱，运气好，或许有意外收获。没事，陷阱坏了，我们都好好的就行。哥哥会回来的，姐姐也能找到吃的。走，再去看看别处。周家村怎么没了？青韵，悠悠！周家村没了，我的家没了。悠悠，青韵，你们在哪里？如果还有人活着，一定在山上。有人吗？青韵，悠悠！这些人都不认识。悠悠和青韵应该不在这里。悠悠，青韵，青怀哥，青怀，你回来了，村里没了。我知道，青韵呢？悠悠呢？他们在不在？不在，他们没跟我们在一起。什么意思？他们没上山？上了，最先上山的就是悠悠妹子，我们后来才跟上来，可没追上。她去了哪里？不知道，
我们到他躲雨那岩洞时，里面是空的。问过后来上山的几拨人，都说没看见他俩。他肯定带着青训往更深、更安全的地方去了。他有没有留下话或者记号？清怀，悠悠妹子很厉害。村里乱起来之前他就走了，走得很快，一点没犹豫。是他的作风，冷静果断，永远先于他带着青运走不远。尤其青运脚程慢，他们需要落脚点，需要水，还得能观察山下。清怀，你打算怎么找？这山太大，一个人找太难。我教过他变方向，找水源，寻隐蔽处，知道几个他可能去的地方。我先去看看，你们留在这里，小心些，暂时别下山。你放心，这里暂时安全，你自己千万小心。悠悠，青运，青运，快上树！是上次被我打伤的头狼，他们果然找来了。青运，捂住耳朵，闭上眼睛。是青运，他能说话了。青运，躲好！后面又来了，姐姐，左边矮树丛，姐姐小心啊，那边又来了。是周清怀。还有多少？10来头，头狼还在。哥哥，姐姐。青运，你能开口说话了？看什么？先把这些收拾了。你怎么惹上这群的？他们好像对你有执念。上次暴雨，狼群袭击村里营地，头狼认识我，来寻仇的。我挡正面，你守后方。那是头狼，别放他走。他记仇，今天放走，他还会回来复仇。姐姐，他刚刚会说的。刚才狼围过来，急的。青运，别动，我抱你下来。哥哥，你去哪儿了？你怎么才回来？我都怕死了。下大雨，我们上山，姐姐找到大树，我们在树上住。多谢，你把他护得很好。当初说好的，照顾人，可没说要卖命。你的契书，我走镖前托人办好了，本想回来给你，没赶上。往后我来护着你们俩。姐姐，你别走。做午饭。姐，我帮你烧火。先把脸擦擦。15头，皮子能卖钱，肉能吃，骨头上还能剔出不少油。得趁早收拾，肉连夜熏上，血打得到处都是。这里不能住了，得换地方。要是先收进空间，就没这么麻烦了。周清怀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是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可能早就送玉簪那时候。你怎么保证以后一直这样？我不是说现在，我是说以后。你要我怎么保证？你写个卖身契给我。就写自愿为奴，终身为方悠悠驱使。青运，去旁边捡点柴回来。周清怀自愿为奴，终身为方悠悠驱使。终身是指到我去世那天。发誓呢？我周清怀对天发誓，此生不负方悠悠，若为此事，任他处置，死无全尸。我有个空间，能装东西，活的不能装，死的可以装很多。幸好你有。那么大雨，你一个人带青运上山，幸好你有这个。这人听见我有个能装万物的宝器，而是幸好你有，你不怕？怕什么？你方才还收了我做奴，哪有奴怕主子的？狼呢？哥哥姐姐要在一起了。姐姐，我哥要是不听话，你就揍他。这里不能待了，铁锈味太重，今晚就得走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往更深的山里找个地方，不是临时住，是常住？更深的山，你知道有什么好地方？如果往北走，过了丘陵关，能搭镖局的车队一起去塞北。别只说塞北好，路上呢？外面到底什么情形？这是丘陵关，这是南边，关外全是逃难灾民。这几年又打仗又闹灾，这朝代怕是要到头了。那你凭什么觉得塞北就不会乱？这个不能保证，我就是想给你和青云找个安稳地方。我想住在山里，就这儿，找一处能常住的地方，自由自在，谁也管不着。说实话，我也想过这种日子。在周家村那段日子，每天打猎种地，回来吃你做的饭，是我这些年过得最轻松的时候。那就这么定了，往深山里走，找地方。行，今晚先找个临时落脚地，明天天亮往里走。那是不是天天都能吃烤肉？不一定。哥，你教我打猎呗。等我把树巢拆了，找到安定的地方再说。姐，
他们去哪儿了？一个地方，回头给你看。走吧。姐，有野果。别摘，那种不能吃。哦，那是山海棠，酸的，吃多了闹肚子。前面山壁那里，我看到一处天然凹槽，你俩原地不要走动，我上前去查看一下。过来看看。我进去看过了，里面比洞口高一点，3、4步深，干燥，没野兽味儿，地上连粪便都没有，应该是废弃的，或从来没人住过。行，今晚就这儿。比树朝矮。不用爬树了还不好。好，把地上碎石头捡一捡，捡不动的叫我。你那儿到底多大？怎么，想进去看看？讲话。哦，忘记啦。我在做门，凑合挡挡风，晚上暖和些。能挡住狼吗？能挡一会儿。真来了狼，还得靠你解。姐，我捡完石子了。行，再去帮忙捡柴火，别走远。我也去捡点柴，顺便看看附近有没有水。有水，我空间存的，省着用够几个月。哥，晚上吃什么？狼肉炖一锅。哥，姐，等下吃饭叫我。今天有什么就说。就是想谢谢你，护着青云。我上山的时候遇到周铁柱他们了，刘桂花拉着我说，要不是看见你进山，他们也不会跟着跑，不然现在说不定也跟村里那些人一样。村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回来的时候，村里已经……洪水退后，我们回村。咱村地势高，淹得晚也浅。后来来了很多外人，一开始3、3两两，后来成群来。村长心善，能帮的都帮了。那天村口突然来了一群讨饭的，老弱妇孺，看着惨得很。村里有些人心软，想给口吃的。你知道我看见了什么？那群人里头没有一个壮年男人，全是老弱妇孺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那些男人要么死了，要么躲在后面。对，那么多人，老弱都能活着往高处走。村里那些人自己都朝不保夕了，还想着接济别人。我看不下去，不想跟着他们送死，所以带着青运上山了。你不会怪我吧？怪你什么？怪我没救你娘，没救村里人。你怎么会这么问？村里那些人跟我沾亲带故的不少，但是各有各的家人。这种时候能保住自己，保住身边人，就已经很不错了。你不仅保住自己，还保住了青运，你做的已经很好了。至于我娘，她已经不是我娘了。她嫁了人，生了别人的孩子，成了别人的娘。我早就不是她儿子了。各有各的命吧，她自己选的。就算我在村里，那种时候我也不确定还会不会想起她。你又怎么会带上她？肉差不多了，盐刚好，很香，肉也炖烂了。我再给青运盛一碗，放旁边凉着，等他醒了吃。往后，咱们3个就这么过吧。你是奴？奴。你什么时候打的这个？在岩洞那会儿一直收着。你有这玩意儿，之前看着我在这编门，怎么不拿出来？看你编得挺起劲的。再说了，我这个只能挡大点的东西，狼啊野猪进不来。你那个能挡小东西，还能封风，2个都用上，不是更好？也是，
这个枝条门到时候走带上。守夜怎么分？你上半夜，我下半夜。你多久没睡了？记不清，从绕路开始，翻山那几天睡不踏实，后来看见村里冒烟，更睡不着。你守上半夜，下半夜我来，那时候最困，我顶得住。行。今天之前，我还想着3年后一个人过日子，谁也不认识，自由自在。结果他是真心的吗？今天那些话那个事，这张契书是真心的吗？谁知道呢？算了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，眼前是先抱团活下去，活下去再说别的。姐姐，你醒了。我摘的。你昨天说要摘的野果，是这个吧？8月蛋，熟了。姐，你看我这个。哪儿拆的？那边好多好多，都爬在树上。哦，有点酸。还没到时候，8月中刚熟，再过10天半月才甜。除了8月榨和野葡萄，栗子也能捡了。早的熟了，晚的还要等。那今天多弄点儿，栗子耐放，晒干能吃一冬。有背篓没？大的能多装点。还是家里原来那个。栗子有刺，我去摘捡栗子。姐，我摘哪个？野葡萄，挑紫的软的摘，青的别动。好。姐，满了。这个青的不能吃，下次别摘。还摘吗？够了，回去收拾收拾，吃不完的晒上。我这些差不多了，那边还有几棵核桃树，还青着，没到时候。过半许再来。姐姐，咱们以后天天都这样吗？这样是怎么样？就摘果子、采野菜，在山里走。有哥哥，有你。这个给哥哥，这个给姐姐，这个是……这褐色粉末是什么？孜然。什么然？孜然。这个是烧烤料，混好的。这味儿没见过。吹吹再吃。好甜，姐还有几个？3个，都爆了再吃。深山里平时没人来，这些栗子结得真好，没人摘，全便宜咱们了。那就在这儿停几天，把周围山货都收了再往前走。行，这几天多摘点，晒干能放。停几天不走啦？把栗子、野葡萄套、8月对尾都摘了再走。那我能天天吃栗子？能。姐，这个肉怎么这么香？这味儿真没吃过。你刚说上面撒的是什么？孜然，还有烧烤料。哪儿来的？以前存的。这些东西没什么用，就一直放着，放到现在。真香！我走镖这么多年，去过不少地方，吃过不少馆子，那些大酒楼的菜也没这个香。姐，你吃不完给我。这东西真好，以后要是能多弄点就好了。存货不多，估摸着吃不了几次。那也是，不过没关系，知道有这么个东西，以后碰上了还能再弄，比从来不知道有这东西要好得多。哥，姐，你们吃吗？你吃。哥，咱们以后还回来吗？不往前走了。我昨天去探路的时候，发现前面有个更好的地方，那里有水有草有野羊群，我带你们去看看。合适的话，咱们就在那里盖房子住下来。哇，有草有水有羊，我喜欢，我要看小羊。如果在那儿建个房子，住着应该挺舒服。我也这么想。但是房子要现盖，工重量不小。你想盖什么样的？木屋吧，不用太大，够住就行。要是盖得好，以后走的时候还能带走。带走？收进空间里，到下个地方再放出来。那挺好的，又安全又方便，以后到哪儿都有房子住了。那我能天天看羊？能。那我能天天吃羊肉？你说呢？嘿嘿，其实有没有羊肉都可以，只要和姐姐哥哥在一起，我就很开心。